今天的新闻真的是报道没边了，韩国外交部居然公开批评台湾无理至极，这已经不是外交事件，而是国际上对我们政府彻底失去信任的警讯。你有没有觉得很讽刺？平常民进党高喊国际友谊抗中保台，结果呢？一个不小心，友邦变怒邦，敦亲睦邻变成邻居骂到臭头。今天我们就要拆穿这一连串的外交、经济、内政大灾难，还要告诉你瑞声金属倒闭只是金融连环爆的第一声警钟。看到最后，你会发现这不只是赖清德的危机，这是全台湾人民的荷包与未来正在燃烧。大家想象一下，韩国外交官在记者会上脸色铁青地说出台湾2个字，那种语气像不像老师在骂一个成绩最烂又爱作弊的学生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民进党拿着敦亲睦邻费当筹码，对外表面说要加强关系，实际上却是自己暗盘算小九九，连韩国这种讲究礼数的国家都忍不住公开开骂，而且是对台湾史上第一次开骂，代表已经不是小摩擦，而是整个外交信用破产。郭指挥说，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7点上班，很苦，但他吃苦当吃补。结果呢？这套苦情戏居然也拿来套用在台湾的关税战争。问题是，你吃苦当然可以，但老百姓呢？厂商呢？全民为什么要陪你一起当补？讲白了，关税战争搞到现在，不只是吃苦，这根本是吃土。瑞声金属的倒闭，大家不要以为只是单一事件，这是连环爆的第一声。因为关税大战，银行开始严格评估风险，借贷收紧，厂商拿不到资金，整个链条都被卡死。结果呢？半导体原物料订单大逃窜，这周价格暴涨20%，而业界已经放话，下游产品至少涨1成，高技术晶片、晶圆可能涨3成。想象一下，下个月你去买最新款的苹果手机，价格比现在贵3成，你愿不愿意？这不是只有台湾产，全球 IT 产业供应链也被波及，苹果、三星，甚至华尔街背后的金主全都气到拍桌。因为一个台湾政府的错误操作，直接让全世界的电子产品要大涨价，这会造成什么后果？不只是台湾制造业信任崩盘，还会变成国际资金开始对台湾抽银根。谁还敢投资一个政策每天像丢骰子一样的政府？大家还记得李哥昨天爆料吗？那位半导体高管为什么选择把反赖联盟的内幕摊出来？因为业界已经忍无可忍，结果今天立刻出事，瑞声倒闭，这是巧合吗？当然不是，这背后的压力是业界，是金主，是国际在集体对赖清德翻脸。我要讲一个最核心的观点，民进党最擅长的就是用苦情来掩盖无能。郭志辉说自己辛苦，赖清德说要团结，民进党说要抗中保台，但真正结果是什么？外交崩盘，经济重创，供应链逃窜，真正苦的是谁？是你每天加班却买不起房的上班族，是你准备出国读书却要多付3成学费的小留学生，是你买不起3C 用品却还要被课税的全民。给观众3个启发：一、看待政策，不要只听官员说，我们很努力，要看数据与结果。2、当媒体告诉你这只是短期冲击，请警觉，这可能是长期崩盘的序曲。3、你要问自己，如果今天的台湾是一间公司，民进党这种经营模式，你会投资吗？还是立刻撤资？各位观众，这一切的后果不是单一事件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崩坏，外交被骂，无理至极，经济被搞到供应链大乱，产业连环爆正在进行中。823，我们只有一条路，行动就在眼前。1958年823打红共，我们赢了。
2025年823打绿共，我们也要赢。这一天，我们要用选票守住台湾，不让任何一方独裁操弄我们的未来。罢免立委不同意，不要让敢监督的人被民进党清算。还3研议要同意，不要再让我们用废发电，让电价乱涨。全民守电力，护经济，这才是台湾真正的团结。你觉得赖清德是1台湾的守护者，还是2全民的提款机？请在留言区直接打1或2，记得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把这支影片传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真相。